通常在投资会问自己3个问题啊，你买个股都是风险，你买苹果也是风险，你买辉达也是风险，我买现在最红的也是风险。你想让自己的资产波动率降到多低？你买了多少股票，你要有相对应的债券。凡是还没有做任何投资的人，都先投一半，都先投一半啊，就是你的可投资资产直接一半就下去了。大家都有注意到最近的台北股市吗？或者其实现在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都已经在车上了呢？尤其是台积电，近期的台股呢，真的是一直在创新高，在6月18号冲上了23000点的历史新高之后，虽然我们在这个礼拜录音，台股看起来是有点在震荡整理，不过也就是在22800点上下。那证交所在今年初定下一个集中市场市值2兆美元的目标，可是台股真的是气势如虹，是提前达标，甚至上个星期呢，市值还曾经冲破了2.48兆美元。证交所董事长就说呢，台股在今年初以来已经上涨了近30%，市值突破新台币74兆，在全世界是排在第14名。所以接下来证交所呢，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台股市值要挤进到全球前10名，那至少是要3兆美元起跳。法人推估到时候呢，台股就会站上3万点了。今天就要来聊一聊台股，其实从上万点到现在站稳2万点，这中间还是有些波折历史，同时也一起来观察一下现在跟未来下半年的一些台股走势。欢迎的是财经作家、投资人，同时也是 Podcast 财经号角的主持人游庭皓。庭皓你好。大家好。庭皓很年轻，可是你在投资的这个经历上面已经好几年了。我18岁开证券户。等一下几岁？18岁。我听成8岁，为什么说？你知道那个银行的证券户开正常是要20岁。但是18岁开的话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要挂在监护人底下。所以你爸妈？你买的每一笔成交都会被你爸妈看到。不过那时候也没赚到什么钱啦。你爸有骂你吗？那时候天天骂天天骂。你说那时候没有赚到什么钱对，我忘记跟你讲，我爸以前房地产记者。对，他一直，你知道房地产记者有一种坚信，都觉得炒股的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有买房才有能够增值。真的所以那时候股票派、房地产派就差蛮多的。但总归来说，就是有几年的经验啦。股龄到现在大概是有9年左右的时间。你说你18岁就开始投资了，你在那之前对于相关消息就非常的有兴趣，很敏锐吗？还是没有啊？我读经济系。我一上大学我就觉得，我应该开证券户来玩看看。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这么多。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市场上蛮流行那种什么周末的投资交易班啦。对。不管是当冲啦、期货交易班啦，而且都免费对。然后就很经常去，然后学了很多的技巧之后，赔了很多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免费的最贵，所以我现在开课都有收费。开课都有收费是有道理的，对不对？对，知识有价。我们讲到现在，台股是已经上到2万点了嘛？其实已经上完2万点，真是算几个月的时间了。那一般都会把台股的荣景跟经济的荣景做挂钩，好像台股好景气就好这种感觉。可是这一波台股从2万到现在2万3啊，时间很快。我就先很好奇，我做一个股市小白，想要知道在当年那时候台股上万点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大家一片这样子欢欣鼓舞的气氛。那时候是在1986年12682。当时的高峰。对，但是它就是开始上上下下，然后波折很多。那到这一次台股上到2万点，从1万点到2万点，历史经验来看，这2个好像是一个大门槛，好像或者是一个里程碑好了。你觉得感受上有不一样吗？这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那该不会是史诗级泡沫吧？其实必须承认，在1990年代，当年的确本益比已经高到有点离谱了。事实上，大多数的企业没有显著的获利支撑，就撑得起这么高的股价，所以台股的确当年做了很大程度的修正。可是其实早在2000年左右当时的还原息值就已经突破前高了。什么意思呢？就台股之所以它的表现每年的年化报酬稍微输给美股或者说花了很久才收复过去的跌幅对，是因为台股有一个惯性配息率偏高。台北股市的配息率大概平均是 3.8%，在国外市场当中应该是位居前3啦。那是因为投资人的喜好，对不对？台湾企业喜欢配发配息，但美国企业很多成长股，你像波克夏
它作为这个巴菲特的金融股，它也不发配息。苹果啦、Amazon、辉达配息率都非常非常的低，因为股东就是收到利息开心啊，然后公司就会想要让股东开心嘛。公司想让股东开心是台湾企业界的文化，但美国企业界的文化是我要把所有钱留在我手上，做资本研发，赶快进行进一步的突破。所以台股虽然它收复过去万点的过程花时间非常久，可是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每涨一点就配息就配掉了，配掉指数就下来了，是因为一直配，要不然呢，老实说台股本来还原息值来看，现在早就已经是3万多点了，本来就一直在创高，现在的经济有没有比以前好？肯定是如此啊。我们现在用的产品生产力周期，我们现在用的 I15， 接下来要推的 I16 一定比我们之前用的 I11、I12 来得好，经济本来就会依循着国际景气缓慢的向上。所以我们真正要了解的事情是本来长期来看股市就会创高，而是这一波有没有太快？那答案是有的，照你的逻辑的确有，但是这一波的太快，它是不是不健康的快？是那种全面吹捧式的上涨？我认为并不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本波台股的上涨，从当时在2022年一路的下修到10月份大概在12000点左右，那一波就开启一整波循环，一直涨到现在了。对，你看2022年才12000点，对，到现在23000，对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你仔细去推敲，很多人说那是因为外资的吹捧，可能海外的资金 AI 半导体带货潮，所以大量的资金涌入到台股。可是你实质去观察2020年啦，当时新冠疫情下半年就 Q1 了，对不对？美股大涨，台股也大涨，从当时的8000点涨到11000点、12000点。可是当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外资在2020年卖了台股5000亿。这是非常重的卖压。那2021年台股继续涨一路涨到18000，但是外资又卖了1000亿。那2022年全球熊市嘛，外资卖了多少？卖了1.2兆。所以蔡政府在后面四年任期外资一共是卖了台股1.2兆。所以也就是说，过去几年4年加起来去年有没有买？去年买个3000亿，今年到现在买不到1000亿。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从疫情以来，外资根本没有回补过台股。是，那台股是怎么从当时的12000点涨到现在23000的呢？对，那就是内资买起来的。那内资哪来这么多钱呢？它主要取决于2大因子。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国人理财观念的大幅转变。你看以前也红 ETF， 以前大家也知道 ETF 基金可以分散风险。对，但是今年特别红，为什么呢？为什么以前没这么红？以前大家也有钱可以保单可以解约为什么现在没有呢？原因就是因为2022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台湾通膨突然开始飙高了，以前长期都在 2% 以下，这几年那个通膨非常非常明显，而且它很有感。对，到什么程度呢？到国人最喜欢的理财商品，以前很多人都说国人最喜欢理财商品是买股票不然买房地产没有，每个人都买的那是保单。真的，而且一个人好几张，像我家小孩每个小孩都还好几张。对，那有很多是属于投资型保单对，但你一看那个利率2%、3%，现在通膨就2%、3%了。那我们真实感受，那都是1成、2成起跳的。真的，以前在买的时候觉得2%、3%稳稳的，好像也不错。现在再看就觉得太无感了。那你再看身边投资0050投资基金的投资朋友，再看一下买房的投资朋友，突然意识到自己怎么这么蠢。所以呢，在2021年以后每年台湾的寿险业解约金额大概是1兆起跳。每年所以你说外资卖个5000亿、4000亿很多嘛？我们每年就解约1兆。可是那1兆都是进到台北股市吗？一部分流到台股，一部分流到房地产。难怪现在房地产也是。那台湾的投资市场其实并不大啦，台湾不像美国公债市场那个量体很大，你很少听到有人在买台湾公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台湾利率很低，那个报酬更低，比保单还低，所以呢，大家要么就买 ETF，买基金，买一些保本性产品，要么呢就去买房，最终就造成了本轮台北股市以及台湾房市的极端繁荣。可是你说它是泡沫吗？它只是把原本在保单的资金挪到这项资产当中而已。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资产的转移，它并不是极力的去吹捧。我们极力的吹捧是看到怎么样？房价无量上涨啦，股价无量上涨啦，这个就有点担忧，根本没人在买，但它涨这么高。可是现在是怎么样？外资一直卖，我一直接，我是刚性的买盘。房地产，你以为房价涨到现在完全是泡沫吗？5月份移转动数又创5年来同期新高了，所以那是真的有很大的量体正在这个
这个交错当中。所以第一个就是保单解约潮，国人思维的投资转变。那第二个一个很直观的原因，可能多数服务业没有感觉到，但它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是本轮半导体生产力周期对于很多工程师他的薪资带动。其实台湾这几年虽然贫富差距在加大，可是高净值客群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上升。高收入的啦，对，我们以前讲那种高净值都觉得是那种是 old money， 就那种富豪继承之后那当然越有钱啊。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 new rich，就是那种暴发户啦，就是可能以前年薪100万200万，这几年发一发年终每年年薪平均变500万600万，这些人就是科技新贵。在2020年以前呢，我们每个月的外汇大概是269亿左右每个月，美元。那现在呢，400亿。哇，这也差很多我本来年薪是200万的，现在变成了接近有400多万。那你要想看那当然是企业界大部分股东会分走了。可是呢，你必须了解到说，你的薪资对于某些产业来看，它真的是属于翻倍式的增长，所以它就造成一个现象，就是今年景气好不好？去年是真的不好，去年台北股市获利有稍微衰退，所以有点压力。可是今年你怎么看你都知道 AI 的浪潮，这些工程师赚了不少钱。但是它有快速的调薪吗？还并没有。为什么？因为真正的调薪都是等明年发年终的时候，顺便告诉你去年公司很不错，所以调薪。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确定这一波的景气上行，它至少会复苏到什么时候复苏到明年发给你年终，你决定再去买套房押金的时候，那会就是2025年的上半年。对，所以我们至少确认本波的景气循环是一路走到明年上半年的。所以今年我们才讲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抱不住，卖房的也后悔，卖股的也后悔，只要任何持有现金的人都在后悔，因为只有现金在贬值，所有的资产都在增值。那这就是今年所发生的迹象，它就是一个重要的投资的转变。那我们至少可以确认，可能终有一天资产还会再泡沫嘛，景气会再下行，可是不会发生在2024年，这是我的想法。所以这样讲起来，如果我单纯就健不健康好了，你算偏健康？我认为蛮健康的。蛮健康的。我们必须承认有一群人真的赚到很多钱，但它是特定产业的，而且你讲的是受薪阶级是领薪水的那种。对，我们更不用讲一些股东了。那些股东早就知道明年拿到的现金股利会很多，他很清楚他拿到的配息会很多，那他会做什么事情？他明年才会拿到这些钱他会提前透支财富，把股票做质押的做质押，能够借信贷的借信贷，现在手上有现金的先投，反正明年现金又会到账的。所以有些人他会提前去资产价格进行卡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股价都是提前反应的嘛。由于我们知道明年景气就是已经这么好了，所以我才会提前先买这些资产。你讲的太万无一失了，中间没有风险嘛？没有看得到一些结构性的风险有可能存在的吗？当然有啊。对啊，如果你要讲说现在的风险，那从股票市场来看，最大的风险就是赚不到这么多的外汇。那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说从目前的生产力周期来看从黄仁勋这一波所带起的风潮你看不到一家电子大厂目前有获利下行的疑虑存在的。所以目前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风险都是说那美国那边自己爆影响到台湾。如果是从台湾整体数据来看，没有那种极度不健康的迹象存在。台湾大部分所出现的问题都是属于那种贫富差距相对剥夺感所产生的心理效果，社会冲击。所以能够做什么事情呢？那就是尽量把科技业的外溢效果分散到其他产业。你至少可以承认，现在做营建的爽不爽，开不开心？做营建的现在很开心现在房子卖得好的话，营建当然大家都封盘了嘛，对不对？你说做金融，我们做金融放贷部门的开不开心？那银行生意一直来耶，对不对？好，那我们银行业好，然后营建业好，整个内需做装修的啦，是不是都开始有所外溢了？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来，最后它会延续到什么？它会延续到零售业，延续到服务业。那事实上，从2023年有没有延续到媒体业？这个有待商榷但我想跟你讲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几年购物中心是越盖越多。你看今年下半年你像这个南港我们那边拉破嘛，对不对？林口 Outlet 2期要盖好了，下半年对，你有没有感觉 Outlet 购物中心明明越来越多，为什么每一次去买东西越来越塞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的确某种程度体感温度我觉得是有在加成的。那只是说呢，它并非全面性平均性的拉升。如果只要经济更好，贫富差距一定会更大，所以它会形成某种体感温度的落差，这可以理解啦。好，但是就你看上面的数字好像跟我自己的感觉是不大一样的，是你的意思？对，但区别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像那个加入姐可能手上有5套房的话那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可以理解，就是说
手上持有资产跟没有持有资产的人，他的心理感受程度会差蛮多的。你看那个金融业每个人笑呵呵的，很开心这样子，就有它的原因存在啦。所以现在市场上的真正这个结论就是这样，就是劳动力的增量它是追不上资本的增量，所以你除非有资本利得，对不对？你如果单纯靠劳力付出的话，压力是蛮大的。对，不过也必须承认啦，基本薪资也在涨啦，它只是涨得没有像通膨这么快，对，所以这没办法。对，不过我自己在看有时候播新闻播哇，今天台股涨多少点啦，台积电怎么样，感觉起来好像就是台积电，或是就是前阵鸿海也是不错嘛，对不对？就好像就单独那几只股票，它也不是全面性的嘛。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看整个全球的股票市场都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迹象，我们以标普500指数来说，美股标普它是去统计美国股市500只最大的市值的企业，对，编撰成一个指数，对，今年以来一直在创新高。可是如果你看这500只企业，它的每家公司的获利啊，基本上大部分的获利都是集中在前面7只公司，辉达、苹果、亚马逊、Google、微软、脸书，所以就是那几家剩下的493家现在反而还亏3%，说明什么事情啊？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本轮是 AI 元年，可是大部分的钱是被这些大企业给赚走了。好，那这些大企业赚走，刚刚好到台湾来，他刚好又要下单给所有台湾的这些代工厂商，因为台湾在代工领域仍然非常有明显的优势存在，它就造成一整串科技业极端繁荣。但服务业呢？服务业可能也会感受到，但它必须延迟个几个季度才慢慢感觉到。那台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有的。台股你看今年鸿海涨了快1倍了，对，台积电对不对？要挑战1000元了。但是呢，你看很多的传产股，台塑化惨不忍睹啊，对不对？对，今年还跌了2成3成，创波段新低，所以本来就是一个极端的现象。所以正如你所说的，你刚才有问说我们现在算不算泡沫啊？就没有每家企业都赚，怎么叫做泡沫呢？就是由于不是那种极端繁荣，不是人人买个股票就能够致富，你买错股票还会赔，这种迹象我们把它称之为复苏周期。有某些企业在冲有些企业还过得不是很好，那最终呢要看整个景气循环能不能把大家一起拉上去。所以现在的台湾经济、美国经济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说它是泡沫，又不是每个人都赚钱，又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很开心。但你要说现在极度悲观，景气大坏，好像也没有，对，所以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中间周期，慢慢的向上，有这种感觉。但是不是跟我们过去理解股市的概念会不大一样？因为它变太集中了，以前感觉起来好像都会有不同类股轮动嘛，现在就是都没有，就只有这个动而已，其他都没什么动，所以整个概念上是不大一样对，所以投资其实也是一样啦。我们看银行业这几年也是大者恒大嘛。你看大银行一直并过小银行，那其实台湾的这个电子业也是一样。那台积电一档股票市值的权重已经占了台股有接近4成左右。听说这样子，其实有人就很担心对，那你希望台积电不要成长这么快，或者把台积电让它离开台湾到成为日本公司，注册为日本公司或者美国公司嘛？好像也不对。所以就必须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些产业的落差但不会因此就放弃了护国神山。那护国神山它的确带动了一些副作用，房价的上涨，资产价格的上涨，可是它也贡献了很多的工作机会了。你看现在你不要讲说台湾经济服务业是差是没错，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服务业正在大缺工一个差的产业怎么会缺工呢？一个景气一个产业很差，照来讲是这个产业应该是人流太多，不需要这么多的员工才对。那怎么会服务业好差，可是大缺工呢？就是因为科技业实在太吸引人了。我宁愿去台积电可能去当一个作业员，我都不愿意到服务业担任店长。这是后疫情时代的一个重要转折我们举例来说，在2020年当时服务业的缺工大概是有19万人左右现在已经来到27万人了。对，但是有另外一个数据很有趣当时在2020年全台湾大概是5万名外送员现在是15万。就是年轻人已经理解到这个缺工的现象，要么呢我就去科技业即便我没有做到主管阶层，我都能够赚得不错，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我还要留在服务业，因为我对科技业没兴趣，可是我一定要去寻找可以自由支配我自己时间的工作我不愿意做一个辛辛苦苦的服务生所以宁愿我去跑外送，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时间我也不愿意回到服务业。所以现在就变成了服务业的压力极大，一方面呢它又缺工，那另外一方面呢
它的获利就赶不上科技业造成的扩散效果。对，所以你看我们不是电视台很常有艺人做投资吗？对，那时候在聊天啊，那种买股买房的没有在赔的啦，你只要抱得久都会赚。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投资领域当中啊，如果对于个股没有特别研究，但是你要抱得够久，那要抱什么呢？对，所以我们通常在投资会问自己3个问题啊：买什么？买多少？何时买？买什么？买多少？何时买？对，买什么的问题哦，你买个股都是风险。你买苹果也是风险，你买辉达也是风险。我买现在最红的也是风险。你买台积电看起来很大，对对对，30年前它不是市值最大企业呢，对不对？所以说明什么事情啊？最好直接把个股风险完全分散，买 ETF， 买基金。你长期持有市值型 ETF， 长期持有基金，它就会帮你进行择股嘛。但是你对赌的是什么？你赌台湾景气长期会不会变好？你赌美国景气长期会不会变好？所以第一件事情，买什么？建议你直接买基金，买 ETF。把个股风险完全分散，你已经不是在对赌一家企业的未来了。所以我一样抱得久，我就一定会赚，因为你不是赌在某一只股票上啊。对，好，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什么？买什么？买 ETF， 买基金。那接下来就是买多少的问题。好了，我买了很多 ETF， 买了台湾的啊，比如统一大满贯，买了很多积极型的基金，买了很多高股息的基金。可是当2020年新冠疫情一发生的时候，好像不管什么股票都会跌，那该怎么办呢？我买基金也会跌啊。好，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买多少的问题哦。我们要怎么确保自己买的基金在下跌的时候，我的资产冲击不会太大呢？就不会只买股票，你会买债券。股债它有一定的资产配置的要件，通常过往的格局是股票资金受到承压的时候会流到债券资产，那债券资产受到承压就会流到股票资产，但是长期它是一个替代效果，都越来越高，只是偶尔会互补。所以呢，买多少的问题就变成你想让自己的资产波动率降到多低，你买了多少股票，你要有相对应的债券，以防未来景气下行，景气下行债券会上涨。所以买多少的时候就变成你不只要买股票基金，你还要买债券基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变成买什么也知道了，买多少也知道了。那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何时买的问题了。那我个人的想法很简单，凡是还没有做任何投资的人都先投一半。你都先投一半就是你的可投资资产直接一半就下去了，就直接投资你计划好的股债分配。那何时买，它有非常多的指标可以供你来做选择，让你进行择时投资。一个最标准的，国发会每个月都会公布景气信号灯，对，来告诉你当个月的景气为何。对，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奠定着何时买。我们讲的蓝灯买股票，红灯你就等着数钞票。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景气投资。那大概景气投资景气周期大概是，如果蓝灯都没有出现，我就都不买，是这意思吗？对，但蓝灯永远都会出现，景气永远都有差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这样讲，生产力周期每一次那个生产力周期的因子都不同，有可能是笔电卖得好，有可能是 iPhone 卖得好，有可能是 AI 伺服器卖得好，可是每一次都会有卖不好和卖得好的时刻。所以呢，我们上一次很差是什么时间点？是2022年，当时景气信号灯连续几个月的蓝灯。为什么？因为2021年那个时候换机潮太凶了，搞得大家生产到疯了，结果到2021年年尾库存，发现当时的 i13、i14， 哇，怎么生产这么多卖不掉？对，所以2022年马上就滞销了。而且电子产品又有周期效应，所以销库存压力很大。22年马上就变蓝灯了。但是随着2023年到2024年，今年最新在4月份、5月份的灯号是黄红灯，是比绿灯就是这个景气复苏格局再好一点点。现在叫怎么样？现在叫做景气复苏扩张格局。但有没有到红灯？还没有，所以还不能卖还不能卖。所以我们基本上预估至少还会再报2个季度到4个季度以上，就至少确定在2024年一定要抱得住股票。那至于调节的问题，你要不要离场，你有没有个人消费的需求，等明年再说。为什么？因为你抱更久，你明年有更多钱可以花。可是我觉得这好挑战人性对，例如说你看像台积电，像我身边就有朋友，他可能当初大概400块买的你现在已经都快到1000了，真的会很想卖，因为就觉得这么多了这样子，但是想卖你才能够落袋为安嘛。可是卖了之后，你又怕你买不回来。所以我们讲说投资它是一个无限游戏。有时候你要仔细想，你卖掉以后，然后嘞，这笔钱你是不是迟早要投回到资本市场当中？你只要想办法让它增值对不对？像嘉璐姐
手上几个亿的，你手上那么多讲，你不要给大家错误的资讯，几千万，对不起，几千万，手上那么多现金会怕的。你知道我养3个小孩吗？哦，对，是不是要扣一扣？要扣掉很多，对，小孩很花钱，那是更好的投资。对，谢谢。好，那不管如何，就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股价。到底过不过热？对，不能看股价。所以感觉起来现在还是蛮鼓励大家可以积极投资的。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今年最大的后悔，从年初到现在都是都后悔没买入，后悔没有上车。你要想想看如果是以台湾，我们以信义房价指数好了，去年到今年涨幅已经是 10% 了。你要知道，因为房子是你买第一户是5倍杠杆了，那是一个很大的增幅你想想看，去年1000万的房子。今年已经来到1100万了，那你看起来好像只涨 10%， 可是你头期款其实才花200万，你用200万，你已经赚到100万的价差。我们剔除其他一些交易成本、中介费来看的话，你就已经是报酬是50%了，一年赚50%的报酬是很惊人的。所以我常跟投资朋友分享是就是在未来这段时间线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持有现金过多的问题，不会担心资产价格有显著泡沫的问题，那个都是2025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式，你真的很害怕，那就不要买太多，但是确保你有一部分资金在车上，这样子股市创高，你也觉得你有所参与，心里就不会太难过，有参与感对，我没有错过太多这样子。不过我最近看到新闻，有时候就会挑比较偏锋的比较极端的个案来做讨论嘛，因为就看到有些少年股神啊，或婆婆妈妈股神啊，或是怎么样，就是股市赚了，然后华丽转身就房贷全部都清了，就都变包租公了，类似像这样子。有时候这些故事看多了，你会不会觉得给大家太多一种诱因或刺激，然后把大家导入到一个疯狂的世界那种感觉？我觉得大部分人现在买股票跟您的心态有一点像，就是好像那可以买买看。对，但是不敢 all in。对，有这种感觉。或觉得太疯了，那些都是新闻挑极端时来给我看的，不是常态。对，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大家去稍微留意一下各式各样的，其实不管是总监啦、美国那边啦，还是台湾这边，都有很多的情绪指标情绪指标。对，那大部分的情绪指标都是你这一类，就是每个人都在怀疑。多数人对于目前的股票市场是抱持着怀疑态度。我们讲说股票市场在绝望中成长，其实在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在乐观中破灭嘛。现在整个市场情绪都偏向于半信半疑。我们举例来说，你像那个美银美国银行，每个月都会公布当月基金经理人的情绪态度，统计你有多少比例的人愿意现在持续持有股票。你刚刚讲的情绪，它是分成什么样的等级啊？它等级很简单，它是拉出一个什么光谱这样子？就比如说0到100是 CNN 的恐惧贪婪指数，这是媒体所进行的统计。那现在 CNN 恐惧贪婪指数大概在44左右，这叫什么？稍微悲观，80以上才极度乐观。那另外一个是美银的基金经理人的调查，它也是从0% 到100%，问你愿意持有多少比例的股票，只有17%，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散户你不要觉得美国投行就多聪明，投行就是散户的一种代表，我们把钱交由他来操作嘛。不管是基金经理人还是一般的散户都觉得现在的股市有一点太离谱太贵了，这个是现在的主基调。那包括媒体的观点，多数投资人的观点都认为不太可能就这样子一路上去，觉得有一点离谱了。对，那正由于大家都这样想，行情在半信半疑中成长，所以我相信还有持续有推升的可能。我觉得我们这种观点，你也知道我的态度嘛，是非常非常少数的，没有几个人觉得景气真的即将大好，因为大家觉得体感温度还不够高。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的心理情绪就是这样，就是的确您刚才所说的想法都是现在的主流思维，多数人都像你这样想，也就代表着多数人就算买股票也是买个1张2张参与看看，小心买。对，也没有看到多少人真的 all in 压身家的啦，几乎没有，这是我看到的感觉。那你刚才说的很多人财富自由了，这个是全球都在发生的事情。你看美国在过去2年也在产生史诗级大缺工，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迹象？因为美国在2020年突然有350万人提前退休，那原因为何？因为资产价格翻倍，一下就达到自己的退休计划，所以大量的人往南部城市来移动台湾过去每年的退休人数大概就保持在10万人左右，但是在2022年到23年已经来到10.4到10.5万人，突然多出了5000人，说明什么事情台湾也在爆发退休潮。
所以为什么缺工缺这么明显？我觉得这不能够看绝对数字，这要看相对数字。因为有时候例如说碰到例如说战后婴儿潮这一批的对时间差不多他们就一起要退对，我们讲的就是战后婴儿潮应该每年以10万到20万的比例上行，这个本来就有所统计对，我们当然知道说随着战后婴儿潮的退休潮，退休人口比例会慢慢的上行。可是我们讲的是因为一场新冠疫情，很多人看淡了人生以后，决定要提前享受人生。这样的人口在美国市场和台湾市场都非常明显的存在。所以你会观察到现在台湾的缺工现象，它是有一连串的因子所造成的，包括就业形态的改变，包括大家对于生命的坚持理解，包括大规模的退休潮。所以刚才你所提到的这几件事情呢，我都认为它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它没办法因为这样子就说所以大家都好吃懒做，都退休了，所以就是史诗级泡沫。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必须回归到实体的经济数据来看，要不然我们有100种自认为这个体验体感经济温度的方式，那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同，我们就没办法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所以最终回归到数据，那很明显国发会的数据告诉你，现在经济是不是在上行？是，但是没有到过热，所以今年最大风险很有可能还是抱不住。您刚刚讲到疫情我也很好奇，因为你毕竟在投资的这个经历这么长的时间你觉得在新冠前后整个投资市场的秩序好了，有没有很显著你自己感受上的不同？尤其疫情之后到现在也算是隔了有一段时间了嘛，1-2年的时间也有了嘛。它大概分为2个产业啦，就一个就是内需嘛，一个就是外贸出口业内需产业最近主计处有发布一篇报告，它的确是出现高度极化现象。高度极化就是它每5年主计处都会统计台湾的摊贩人数和从业人数。对，这个我有注意到。对，那在5年前是42万名摊贩人数从业者，现在只剩下35万，7万人消失了。那原本的摊贩数大概是38万左右，现在我记得是见到2字头了，10万摊消失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并不完全推给经济在疫情那段时间不好，而是在疫情那段时间做了很多的风控措施，导致整个消费形态的改变。当时的东区是一间餐厅，再好的餐厅都一间一间跟着倒。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开始做外送服务了，大家都开始用 APP 点餐了，那它形成一种效果。后来解封了，后来大家已经回归正常，已经不戴口罩了。对。但是为什么这些零售业者、中小型的摊贩族没有回来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消费形态已经完全改变了。对，这几天天气真是有够热，我都懒得出去买东西，我还在点外卖。我不会只有疫情期间点外卖，疫情以后我都点外卖了。所以它造成了大规模的小摊贩开始受到冲击，所以从业人数大幅下滑。我记得主计处的统计资料是过去5年这些摊贩营收平均亏 7%， 获利下滑了有接近20%。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服饰类。为什么？因为线上消费已经习惯以后，很多卖5分埔的啦，卖衣着类的现在压力就很大了。可是那台湾的零售业是不是就此变差了？没有。台湾在去年全台湾的百货零售业大概年均营收额是成长了 10%， 创下历史新高。尤其在各大地区的分店百货公司全部创下营收史高了。去年赚最多的，你猜是哪个百货公司？很多人想说那是不是台北星光三月啦，台北101去年赚最多的百货公司是星光三月的台中中港店。台中中港店一年254亿年增率 5%。我是很少逛街的人，但是我很偶尔因为特别的状况去卖场走一圈，我其实是有点意外，因为我不晓得现在逛街人也有这么多了。我们都以为实体经济已经毁了，在疫情以后，但其实没有。所以我发现百货公司人越逛越多。那第2名是哪一家？第2名你以为是台北101，也不是。第2名是台中大圆百，232亿。台中人真有钱，对不对？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你以过去20年到现在预售屋房价涨幅最高的是哪个地区？台中80%。好可怕平均总价在这个2020年大概是1200万现在平均总价是1680万。在台中市成长最快的。那第2个成长最快的也不是台北地区，因为这几年台北地区人口一直在外流，台北购物中心其实已经没这么多人了。可是南部你像是梦时代、汉神，平均年增长营收额是成长2%，去年是史诗级的增长。高雄从来没有1年消费这么多，后来大家去找原因因为高雄人口好像去年也没有增加多少。办演唱会是117场，去年只有高雄有这么大的演唱会容量级可以承受这么多人。117场演唱会，它对于
当地的百货业影响有多大。我有带小孩去参加其中一场对对，你也贡献了很多的营收对不对？所以我们观察经济后，真的各种面向观察起来，最后都还是导到同一个方向，也就是你刚刚讲的景气其实正在对蓬勃起来。好了，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不同人生阶段资金需求也都不一样嘛，有年轻人没有结婚的，结婚的要像我们这样养小孩的，已经40要50了，是不是要想要退休金的或退休族的？你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投资建议？从投资建议来看，我们一向都是建议年轻时要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杠杆。有一种投资策略叫做生命周期投资法，我认为在这个资本主义大幅盛行、资产价格大涨的时代，特别适用于年轻人。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尽可能在年轻时扩大自己的杠杆。我不是说去借高利贷而是什么呢？而是说我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尝试的让自己的1块钱变成2块3块，把它当成2块3块来用。所以我就必须要让年轻时候的投资杠杆能够往上拉。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不要买太多的保本型产品，不要买高股息，不要缴税给政府应该直接投入那些科技成长型的 ETF 成长速度最快，你不要求配息，你要求尽可能的拉抬，这是第一种做法。那第二种做法很简单，就是去买房。买房是5倍杠杆。你说年轻人你年轻，你用200万去敲一个1000万的房，等到40-50岁的时候，你可能缴房贷已经缴得差不多了，杠杆就慢慢降下来了你的压力就没这么大了。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杠杆投资法。所以年轻的时候要去投资一些比较积极型的、攻击型的、主动型的产品。年轻的时候去买房。那等到中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意识到，我要开始有一定的资产配置的要件了，我要开始为自己的退休来做这个打理了。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要开始订定明确的财富自由的计划，这几年的本业收入要加把劲。那该怎么做呢？假设我在上班族的时候，每个月的薪资是5万块，我希望我退休之后什么都不做，每个月还有5万，那某种程度算财富自由。所以财富自由不是那种每个月要有几百万、1-2亿，那有点扯嘛。我们讲的是实打实的一步一步来的财富自由。那要怎么样达到呢？如果我们先尝试的让自己在受薪阶级当中确保自己可以来到最高的劳保劳退的资格45800的话，那可以确定一件事情，65岁以后每个月大概可以领到3万块左右，国家给你的退休金。有这么多45800的话，劳保加劳退大概是3万块。好，那有3万块以后，可是还缺2万你还缺那2万才可以达到5万块。你前面刚才讲的那个3万块要先劳保劳退没有破产吧？对对对对，但是劳保劳退是不会破产的。不会是不是？它只是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课比较重的税而已。但你跟你已经无关了，因为我们已经是中年了。对对对对，你可能快要退休了。对，好，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要把那2万块的缺口给补上。说明我要靠投资每个月拿到2万块的配息。那一个月要拿到2万块，1年就要拿到24万。那24万，如果我们以保本型的配息型的产品来看的话，比如像是0056、00878这种高股息的产品每年带 5% 殖利率换算下来，你只要存到480万，你每个月就会有2万的现金流，搭配3万块的劳保劳退，啪就5万块了。这是 forever 吗？就等到我当然不是 forever。对呀，你那个会浮动的你怎么知道它以后都会这么好？对。但是我们讲说嘛，你既然投资了高股息，你也在对赌台湾长期的景气，你就期待40年后台湾的景气不要比现在差嘛，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相信是如此啦，我们这一生就是在做多台湾景气的人，对吧？假设景气就这样子缓步的向上，我觉得是实打实的目标啦。对，就是说你一方面要确保劳保劳退大概有多少钱，一方面你把那2万块的窟窿给它给补上，这个时候就达到一个相对稳健的资产。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中年族群应该做的事情。那老年族群呢，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停止冒再多的风险了。这个时候应该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把自己的资产最为安全化。所以我就建议呢，大部分的资产呢基本上就不要有任何的负债了，那把它反而放到一些配息型或者债券型的 ETF， 这个时候整体资产的波动度就会大幅的降低。可是每个月大概就是4%、5% 左右的殖利率水平，那这个时候总资产如果你能够来到1000万的话，那通常的话每年的配息大概就50万、60万左右，那也不错。所以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投资策略和方式。那我会建议年轻时要勇敢一点点，去投资进取型、积极型的，不要配息。这样子一步一步来以后，我觉得啦，某种程度也算是对自己的财富体质、财富规划算是负责了。要不然我们没办法
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就赌自己一定会财富自由怎么样？对啊，每个阶段都是一步一步来的，我也是希望这样子鼓励大家。对啊，而且每个阶段需求也不大一样。好，如果大家对于投资理财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欢迎大家追踪廷浩 Podcast 财经号角。我最近发现现在股市很好嘛，一些跟财经有关的 Podcast 节目都跑到好前面，然后收听的听众一定都非常多。好，在这感谢廷浩的时间，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聊新闻，欢迎订阅分享，并且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5星评价。有任何想要回馈给我们的想法，都可以点许愿池留言。感谢大家时间，谢谢廷浩，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